当前这部日剧，也许基于其题材较血腥猎奇，导致它在 KKTV 上的排名略为趋后，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大家好，我是九龙，平凡的人说不凡故事。今天日剧推荐将为你介绍2022年秋季日剧的3部作品快速导览。本季日剧虽然前头部队才逐一登场，然而当前已出现了几部扣人心弦的作品。虽然他们扣的面向客群不同，但均为值得一看的日剧。第一部率先要说的是 Silent 静雪。Silent 回归早年日本擅长拍摄的催泪爱情片，它的故事描述高校女孩青羽抽迷恋着同学佐仓响的声音，而在两人共同朋友的助攻下，两人终于在高三那时顺利的走到一块。然而好景不长，佐仓响在毕业前传来残忍的分手讯息后就不告而别。8年过去了，青羽抽与当年协助两人交往的户川臭斗展开了新的恋情，只是这时佐仓响却再度出现他的面前。而当年对于佐仓响离去感到不解的众人，又将怎么面对其因病失去听力，最后选择黯然离去的事实，以及当他回归后，对众人的后续生活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Silent 初看预告时，大致能明白他想勾勒的核心氛围，而这支预告也难得吸引我收看涉及罕见疾病的催泪爱情剧。不过在实际收看后，我却反而惊觉，收看预告时捕捉到的情绪还是太少。这部作品在情绪刻画上是很优秀的作品。此剧的主要特点大致是令观者领略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还有患上罕见疾病对生活的拉扯，以及听觉障碍者和其他人如何交流的故事。尤其是前述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或许要观众实际收看以后才能明白。Silent 的剧本还有僵尸演活了的演员，应该都耗费了不少心力在揣摩剧本上。再进一步提一下我被这部日剧打动的地方。原本我以为现任男友户川臭斗是跟其他日剧一样，知道佐仓响要离开的消息后坐收情感果实，但偏偏剧本安排不是如此。是以虽然不知道户川臭斗后续会否黑化，或剧本将如何处理三者间的情感关系，但在那个介于嘈杂与一片沉静间的现实交汇处，佐仓响的病变明显带给众人不知从何开口说起的压抑情绪与撕裂感。毕竟若户川臭斗本身性格有缺陷，那还好说，但这种大家明明都是好人，却要被无情命运牵扯的剧情，实在会令观众感到十分惆怅。并且 Silent 的卡司相当豪华，樱田日和在这部相当清纯，又小原凉子下凡的出演也让我感到十分意外与惊喜。原本还想讨论更多，但更多内容就留待有兴趣朋友去剧中感受，或在影片下方留言与我们一起讨论了。而第二部要介绍的是祈愿的病历表，它的故事描述周防野良太与其他同仁均为纯正医科大学附设医院的不分科实习医师，他们将在2年不分科的训练中逐渐砥砺成长，并且周防野良太将仰赖着自身的温柔与热情，辅以对病历表的细心觉察，使得他能突破病患的心防，并查出隐匿其中的病症与隐情。祈愿的病历表由玉生裕太为你献上连跨2季的职人日剧主演，延续前季 Nice Fly 的收视热潮。在这次的日剧祈愿的病历表里，玉生裕太将从技师转行当医师。坦白说，他是本次日剧推荐中我个人均看完第1集后觉得表现最平淡的作品，但不是说它不好看，而是它可能适合特定族群，或后续表现仍保有上升空间。又为何我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祈愿的病历表里蕴含多种观影情绪，
还有淡淡的一并推理，以及面向人性的控诉与人性的温情。不过它的内容情绪属于那种什么都沾一些的五味杂陈，是以往往当你正准备进入情绪时，下一秒可能就被打散了。不过祈愿的便利表这部日剧的喜感尤为突出，我还怀疑该剧是否刻意找来日剧《Code Blue》里的医生们来串场演出，里头至少3位专任医生均曾在《Code Blue》里出现过，而且他们医院的紧急行动代号就是 Code Blue。又祈愿的病历表里的严肃桥段，有时也富含能让人带入的人生哲理，并且周防野良太疑似与同期抽血狂人真根田律未来将有机会谱出情愫。而虽然稍早我说过，本作第1集有着让我无法完全进入所有剧中试图表达情绪的缺陷，但话不能说得太死。毕竟他的剧本乃是由现役医生所撰写的畅销同名小说改编，且祈愿的便利表的导演为《不良少年与白手杖女孩》的寿山俊辅，额外还有池田千寻，编剧则是监察医朝颜的根本飞仔，所以后续祈愿的便利表仍有机会能交出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成绩单。压轴登场的则是开头所述的为亲爱的我致上杀意来压轴。目前这3部里，我最喜欢的分别是第1部、第3部。从某种层面上的意义来说，为亲爱的我致上杀意，它有机会发展成热血日剧。为亲爱的我致上杀意的故事描述15年前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连环杀人案，而嫌犯的儿子后来也长成了一名快乐大学生，但其身上却背负了无法向他人阐述的枷锁，即是那位杀人犯父亲。又当15年后，相似案件仿佛嫌犯临死前的预言再度重演。被牵扯进凶案的嫌犯儿子浦岛英二，这才发现自己似乎有着双重人格，而他与善解人意的女友雪村金花的未来，更是蒙上一层浓厚阴影。为亲爱的我致上杀意的尺度比较血腥，这也是我少数会看到剧尾标上本作为专家修订后的虚构故事。延续前述，网上评价觉得本剧过于血腥，不敢再追后续的大有人在，而有的人则单纯认为该剧不适合配饭。虽然我本人是边吃边看完这部日剧的，但基于以前高中午餐时同学曾强行在教室内播映战争电影配饭，而这段补述是提供给大家自己斟酌要不要收看这部日剧以及如何收看。但我可以确定的是，里头一些画面不适合出现在这支影片。为亲爱的我致上杀意是同名漫画改编，原作者为井龙一。他虽然标榜着双重人格、悬疑推理，然而真人剧版本节奏甚快，尤其搭配上黑 C Jump 的主题曲，更是让为亲爱的我致上杀意的戏剧整体节奏再度飙升。经由上述，让它1集50几分钟的剧情不显拖沓，同时这也与其剧本流畅、结构严谨有关。而这种剧情表现绝佳的作品，在播毕前我都不会去查找原著，并且网上也有原著读者讨论着它的前面氛围刻画比原作好上许多，所以看过原著的朋友若喜欢这支作品，不妨看看。遑论该作本次来经由编导添进原创人物，也许能摩擦出新的火花。不过向来蕴含双重人格的作品收尾不易，只能希望该作为亲爱的我致上杀意真人剧能突破这层枷锁限制了。又虽然山口两介饰演角色的黑暗人格在第1集中暂时只以侧写出现，但良善版的浦岛英二已证明了山口良介可以将畏缩、惊疑、为爱勇敢等多层次情绪
聚焦于同一名角色上，那么接下来便是期待他诠释黑暗人格的精湛演出。而在观看完《为亲爱的我致上杀意》第1集后，虽然里头的不少台词都能猜测到，可是故事本身却依然保有许多谜团悬而未决。究竟为什么他爸爸每次都挑性工作者残暴下手？是像颅骨组织里所说的，为了拷问洗清罪恶？而15年后再度出现的相仿案件，真的是浦岛英二的黑暗人格所做的吗？若是如此，则其与死者的闺蜜交集怎会越来越多？该作本身蕴含诸多令人寻味的巧思，所以想把这部日剧推荐给大家。另外还可以补充的是，本作尚有写真女星都丸沙野华客串，就是那位戏份少的婴儿妈妈。最后顺带插播一则消息，由 Nice Fly 里玉生裕太、中村信有份参演的 KKTV 上的料理型热血日剧《型男主厨三星梦》将于10月23到期下架，请错过或想重温的朋友可以把握机会。以上，谢谢收看本次影片。若喜欢本次影片，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敬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鼓励我制作更多同类型影片。九龙仔什么？我们下期再会。